欢迎回到每年卖干看发表会，卖肾买 iPhone 评测的邦尼苹果发表会系列。今天苹果除了发表 iPhone 14系列的4款手机外，也同步带来了第2代的 AirPods Pro、预期中的 Apple Watch 8以及 Apple Watch Ultra 的多款新产品，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来看 iPhone 14系列，先讲重点。这次总共有4款，今年没有 mini， 原本13的续接机种就是 iPhone 14，新增的尺寸是更大的 6.7 寸 iPhone 14 Plus。之前的传闻很常听到的14 Max 就是它，正式名称是 iPhone 14 Plus， 其他2款就是熟悉的14 Pro 以及14 Pro Max。首先看到2款相对入门的14和14 Plus， 这次官方的标语蛮综艺的，分别是玩大和玩很大，够综艺了吧？在外观设计上，14基本上跟 iPhone 13系列非常相近，最大的改变是新款的蓝色好看非常多。去年13 Pro 的天枫蓝下放到14了，边框一样是平直的中框设计，预期手感和12、13差不多吧，都会相对各手。屏幕表面同样覆盖了苹果与康宁合作的 Ceramic Shield 超瓷晶盾，同样支援水下6公尺、30分钟的 IP68 防水防尘，不过进水一样不在保护范围。大家关注的接孔依旧是 Lightning， 而14 Plus 简单来说就是过去 Max 的正面萤幕设计和尺寸，但是背后用上了跟14一样的镜头设计。而14 Pro 系列这边同样是 Pro 和 Pro Max 的组合，背面就是大家熟悉的设计，不过镜头更大了，这次没有蓝色版本，但是多了更深沉的紫色。大家喜欢这个颜色吗？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吧。比较大的改变在正面，苹果正是在14 Pro 系列上去掉了刘海，没错，只有 Pro 系列才有，变成了长条形胶囊设计，并且苹果还加入了 Dynamic Island 的设计，中文就是直翻，称为动态岛。表面来看，就是把原本的胶囊变成更大的胶囊，然后再变成更大的黑块。设计的好不好见仁见智，但作为一个理性的评测频道，其实就是把过去放在控制选单的状态拉到系统最顶层，像是播放音乐，过去拉开来才能看到的资讯，现在可以直接在胶囊两侧看到。不过，对于直接放在最顶层，是否真的有比较方便，或是反而会有点干扰，就需要等待后续体验了。重点是，苹果也在14 Pro 系列加入了大家引颈期盼的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在 Android 用了这么久，加上那些说苹果不需要 Always On Display 的朋友，这不就来了吗？想必接下来各家的永远显示都会迎来一波更新。接着依照惯例，帮大家实测一款配件。今年我们依旧抢先拿到了 Castify 的 iPhone 14系列防摔手机壳。今年的2大重点就是防摔与环保。首先是防摔 ，Castify 提供了3种防摔等级。有强悍防摔、特强防摔以及新加入的终极防摔版本，并分别达到4倍、5倍、6倍的军规防摔。大家应该很好奇，这边的几倍是什么意思 ？Castify 采用的是美国 MIL STD810G 的军规测试，也就是手机装的保护壳在 1.2 公尺的高度下进行26次不同角度的跌落，并且手机功能正常才算通过。而这边的6倍就是一组摔26次嘛。总共连续摔了6轮，总共156次的跌落，手机功能还是正常。而达成这一切的工程，就是 Castify 最新的 EcoShock 防护科技。从画面上看到简单的铁球跌落测试 ，EcoShock 可以更好的减缓跌落时的冲击。而第二个重点还是环保，这3款都是以 65% 可回收材料、植物性物料以及回收旧手机壳所制成的。最后，就在 iPhone 14系列发表会结束的现在 ，Castify 官网已经有上千款 iPhone 14系列的保护壳可以选择。现在，透过帮你观众专属的优惠链接，获得首波就有的85折优惠。重点是，这次 iPhone 14的新品也适用哦。外观说完，来看相机。先讲 Pro 系列，依旧是大家熟悉的3眼怪。在规格上，这次2款 Pro 在镜头规格上都带来了升级。首先是主镜头，换成了全新的4800万画素主镜头，搭配第2代的 Sensor Shift 光学防手震。同时，这颗感光元件也支援了4合1的像素合成。虽然苹果在发表会上花了一些篇幅在讲这个合成技术，但有在看邦尼手机评测的朋友，对于像素合成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目前手机上高画素感光元件的常态做法，将4个像素合并之后，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下，就可以让每个像素得到更多的光线资讯。接着是一颗1200万的超广角结合微距镜头，这颗超广角的感光能力也有更好，邦尼自己很期待，因为先前11、12、13代的超广角在低光源的表现都不算特别理想。最后一颗是1200万的3倍光学长焦。现在问题来了，有看发表会的朋友应该有发现，苹果花了一些篇幅在讲这次有2倍望远的选项。
没错，这个2倍使用的就是主镜头裁切，但苹果特别标注了是透过4合一像素执行，其实就是 Android 各家常见的名词混合变焦、无损变焦等等，说白了依旧是数位裁切。不过因为主镜头的画素更高了，所以加上 AI 算法，可以让细节表现更接近2倍光学。但是在金属上的光学特性，像是散景表现还是会有差异就是了。而大家熟悉的 Smart HDR4、Apple ProRAW、Dolby Vision 录影、电影级模式也都被保留下来，并且苹果也加入了一个称为动作模式的录影选项，最高可以录制 2.8K 60fps 的规格，类似于各家的超级防守阵，透过裁切修正达成更稳定的录影效果。而平价版的 iPhone 14搭载的一样是1200万的主镜头以及超广角，整体偏向常规更新。虽然这次2颗镜头的感光能力都有更好，不过根据过去苹果的调教风格，应该还是用于缩短截取时间。看样张的话，并不会是作为提高低光源表现的运用。电影级模式、新增的动作模式也都有。要注意的是，14官网的支援清单并不包括 Pro 版本才有的 ProRes 录影以及 Apple ProRAW。接着看到萤幕，今年苹果终于定制了专属自己的 OLED 面板。说重点 ，Pro 系列的2款 iPhone 都是采用新一代的 Super Retina XDR 显示器，尺寸同样是1.6寸以及6.7寸2个版本。最重要的是，2款萤幕亮度都进一步拉到1000尼特的最大亮度 ，HDR 下最高可以达到1600尼特，户外强光下的峰值亮度则是可以达到2000尼特，表现就跟 S22 Ultra 的全白以及 HDR 峰值非常相近，应该也用上了新世代的发光基材。后续可以持续关注看看是否有更多供应链的消息。不过大家其实可以注意，重点指标还是1000尼特的最大亮度以及 HDR 峰值2个指标，毕竟户外峰值大部分吃不到，尤其亚洲夏天全白荧幕下的峰值能够撑1分钟就很了不起了，加上标的是峰值，一般显示面积下也无法达成。不过苹果、三星作为少数2家有标亮度但又不需标亮度的品牌来看，这块萤幕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应该有望让苹果 Pro 系列的显示表现来到第一梯队。同时 Pro 系列同样拥有 ProMotion， 也就是支援10到120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在特定场景可以达到1 Hz 的更新率。不过大家也知道，去年高更新率释放偏保守，看看今年苹果是否更积极一些。而14这边一样是6.1以及6.72个尺寸，最大800尼特的亮度以及 HDR 1200尼特的峰值亮度，就高阶机种的正常表现吧。不过还是没有 ProMotion， 可惜了。但苹果的套路其实很明了了，大家可以直觉的想，只要功能的名称有 Pro， 大概就跟非 Pro 系列没有缘分。像是 ProRAW、ProRes、ProMotion， 你看像是电影模式就没有 Pro，iPhone 14就有支援。效能及续航部分，这次有个大重点。iPhone 14以及14 Plus 都还是搭载上一代 A15 Bionic 晶片，不过是去年 Pro 系列的5个 GPU 版本，只有14 Pro 以及 Pro Max 才有最新的 A16 Bionic， 整体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目前行动装置最好的晶片选择，没有之一。是谁让苹果这么有勇气，居然可以用上上一代的处理器？不过 A15、A16 强归强，重要的还是续战能力。今年 A16 Bionic 的实际表现，后续有机会帮你再来测。今年倒是有2个苹果一直在上面绕的重要新功能，就是紧急卫星通话以及车祸侦测功能。前面的功能目前只有北美吃得到，之后有机会展开来讲。后者是苹果在 iPhone 14系列和 Apple Watch 8系列都加上了车祸侦测的感应器算法，当你发生紧急状况时，系统就会自动接通 SOS 紧急服务。在充电上依旧没有太大更新，一样支援 MagSafe， 一样还是15瓦。不过苹果倒是在 iPhone 14和14 Plus 的页面标出了历代最强的续航力，应该是可以想象的，毕竟 A15 Bionic 的能耗比大家有目共睹，再加上14 Plus 更大的机身和电池空间的加持，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最后大家关心的售价部分，台湾售价已经正式公布， iPhone 14 Pro 将会有黑、银、金、紫4种颜色，容量 128GB 起步，售价的确调涨2000元左右，34900元起，最大提供 1TB 的版本。iPhone 14 Pro Max 颜色一样，售价一样涨2000，128GB 38900元起，最贵的是 1TB 版本，达到56400元。接着是 iPhone 14系列，有蓝、紫、午夜色、星光色、红共5色，一样从 128GB 起步，一样涨2000，来到27900元起。而 iPhone 14 Plus 一样有5色可选，售价为 128GB 31900元起。老实说，多花到了3万，没有120Hz 还是有点可惜。或许这一代还是会有很多人最后只能上 Pro 吧。但如果是帮长辈换机，14 Plus 的确是个选择。
其实也跟 Pro 只差了7000，并不算平价大萤幕的入手之选。大家也可以底下讨论，帮自己买、帮家人买、帮长辈、帮小孩买会怎么选择啦。4支 iPhone 都是明天9月9号晚上8点就能开始预定。iPhone 14、14 Pro、14 Pro Max 3款都是9月16号发售，而14 Plus 就是要等到10月7号才会开卖。感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如果想要看到更多这样的科技内容，请订阅邦尼，就不会错过啦。也欢迎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支持我们带来更多第一手的科技内容。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